大家好，又见面了。昨天刚直播完，今天再开个简单的直播，就是讲一讲最新的 BC 省夏令时的这个制度。这个就是我本来是准备做一期录播节目的，但是他这个政策就推的太快了。你3月8号定这个政策，然后3月2号才通知，这个真是自由党就能不能干点拟人的事儿啊？好多人我看网上还说这个谢主隆恩这个政策太好了，说永久夏令时以后冬天去滑雪，夜场也有阳光了，然后白天滑完雪不用摸着黑开车回家了，这脑子都混乱了吗？你这还真以为这个 BC 省取消这个播种是个好消息呢？别傻了，这根本就是一场拿你还有你家里孩子健康的换这个钱的阴谋。全世界的顶级的税研专家早就已经发出严重警告了。自由党省政府这个决定啊，就大错特错的。今天我就扒一扒啊，这些政客还有商会到底瞒着你签了什么卖身契了。他这个说是到了3月8号，就星期天最后一次调中嘛，然后到11月份就再也不用把时钟再拨回来了。哎，这就太缺德了，这个简直就是，哎，你还不如拨回来呢。而且我怀疑他这个政策坚持不下去，顶多就一个冬天或者一两个冬天，这个肯定得出事儿。他弄不好他还得把政策改回来。好多人以为说这个不用一年拨2次生物钟了，哎呀，但是千万别着急，他这个，哎呀，真是自由党能不能干点拟人的好事儿？他这个通稿里边就说我们永久停留在全新的太平洋时间了，听着很高大上是吧？那新闻里还老给你强调什么 UTC-7，这好多人不懂，就翻译成人话呢。简单说就是，这就意味着 BC 省以后你每个冬天，你早上都得黑灯瞎火里边多熬1个小时，天才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早晨9点多 BC 省这边天才亮，你孩子得零下，这个或者说这个零下几度吧，或者下着雪这种天儿，漆黑的马路上等校车，然后你要上班呢，你得早晨那个天没亮，完全没阳光的情况下，你就得爬起来上班去了，这可不可怕呀？这事儿一出来，就好多英文的网站其实早就炒翻了。我看看直播间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时间就是看的人不是太多呀。TikTok 也有点，就是大家想一想啊，你是能接受说早上早上这个这么反人类的这个行为吗？我原来在俄罗斯，就圣彼得堡工作过一段时间啊，他那边冬天基本上就是早上10点天才亮了，然后到下午3、4点钟天就黑了。那时候我到医院上班嘛，你等于到医院的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等从医院工作一天出来了，天就完全黑了。你基本上你在室内工作的话，一天你见不着太阳，所以说那种情况下就人就特别容易抑郁嘛。我觉得这个超市里边这维生素 D3是得畅销了。而且这个政府就口口声声说这是为了全省统一，为了方便大家生活，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他们这操作，所谓那个全省统一，压根儿就是一笑话。你还以为说这 BC 省都在一条船上呢，根本就不是。他那分的特别细，他说如果你正好住在 BC 省那个东南部，就比如什么黄金镇、高登啊，还有这种呃叫什么呃克兰布鲁克吧，就是靠近那个阿尔伯塔那边儿，那也就等于被政府放养了。政府那个直接就说你们那儿离阿尔伯塔近吧，那你就自己看着办。你想跟这个大部队搞永久夏令时也行。啊，不好意思啊，
想跟着阿尔伯塔一年改2次时间也行，这不就乱来吗？那你就等于你要是真是在 BC 省，你开个长途车，你跨个市，你到东部这 BC 省东部这边儿去玩儿，那你时间就变了。这哪儿是为了方便民众啊？这根本就搞时空折叠嘛！那他这自由党政府干嘛搞这么奇葩、这么割裂的规定呢？那说穿了就是 BC 省政府，就这自由党根本就不是为咱们本地人考虑的，他根本就是想急着去舔那个美国西海岸，就华盛顿州、加州这些臭脚。他们想的是说跟美国商人那个作息保持一致。他最滑稽的就是人家美国国会现在都还扯皮呢，根本就没通过永久夏令时的联邦法案，那 BC 省这儿就着急就单飞了。这有点像什么？就是你跟邻居说好了一块儿戒烟，结果你一咬牙把家里烟灰缸全砸了，回头一看，邻居那儿还跟那儿抽呢，那你等于你牺牲了吗？就是我们就牺牲这个 BC 省的本省的这个时间完整性，那最后就是让好多好多这种居民就陷入混乱了。那最后换来的呢，是一个还没落地那空头支票，你美国人不一定改啊，那这账怎么算呀？而且就是别光说是这个调时钟听着爽，那个全世界这个顶级的那种睡眠科学家，还有美国医学会就 AMA，还有斯坦福的专家，斯坦福他们好像对这个研究挺多的，现在全都在网上都在骂呢，就是说 BC 省它是玩了一个偷换概念，就是那些睡眠专家还有斯坦福的专家，他们支持的是那个永久标准时间。那 BC 省政府他要改的，非要改成一个永久夏令时，这俩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标准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地球还有太阳，它给咱们人类身体设定的这个出厂预设值。你中午12点太阳是最高的时候，你身体就知道该吃饭了。然后晚上天一黑，你身体就分泌褪黑素，你就困了，这就顺应天时嘛。但是现在 BC 省搞的这个永久夏令时呢，它就完全拧着了，等于是政府还强行把时钟和你这个所在的这个纬度经度，它和经纬度，它和这个是往前拨快了1个小时，然后焊死了。这科学家管这种就是叫做社会性时差，简单说就是你等于你在每一个冬天，你都是在跟自然界在倒时差呢。这有多反人类呢？就是如果啊，就咱们他已经定了嘛，就是说要实行这种永久夏令时，那到12月的温哥华，呃，大多数地区早上快9点，那个太阳才日出的。那如果是偏一点，再往北，乔治王子城那儿，我看那个记录，冬天的话，12月应该是日出时间是到晚上9点27分，那就快到10点了。那你如果要是说北边这个山区那儿在下着狂风大雪，你这闹铃响了，你得一点自然光没有，就只能靠家里的电灯，然后得把那个没睡醒那孩子硬拽起来，然后伸手不见五指啊，这马路你得去校边等等校车去啊，这不是起不起得来的问题，这是有很大的交通隐患，还有这种疾病风险的。我看了那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他就对比这种标准时差，还有这种夏令时，还有这种就是调来调去，调来调去也不是很好，也是会对健康有隐患，也有交通隐患。但是最差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永久夏令时，他把这些发病率啊，可能出现这种交通隐患都算出数字来了，我就不念了，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去查那个斯坦福那个报告。就这种强行的生物钟这种错乱，会导致心脑血管中风、肥胖、抑郁，发病率都是高很多的。那这些自由党这政客呢，就为了方便，等于是在透支你现在的这种中年人，还有下一代的年轻人、小朋友的这个寿命还有健康了。那好多人可能就问说，科学家都说这个永久夏令时
是慢性毒药，而且早上冬天你黑乎乎的就出来就开始上学开始工作，很危险。这 BC 省是不是疯了呢？他们为什么要选这个永久夏令时呢？哎，我查了查，我一开始也是不理解，还查了一下，就纯粹是利益输送。我就是这儿公开说了，我觉得这个 BC 省这个尹大卫，他们这个省政府绝对就是利益输送导致的这个下这个就永久夏令时这个政策。政府老拿2019年那个所谓的全省大民调说事儿。我2019年刚来嘛，但是我对这个新闻还是有印象的。现在他老说是什么？当时93%的省民都支持结束时间切换，这是民意。实际上呢，这根本就是精心设计的，那个流氓问卷。当时是绿党吧，绿党那个党魁叫 Andrew，他就直接痛批，他就说这个调查是有严重的内置偏差的。就是第一，这政府太贼了，他们是故意跟那个夏天阳光明媚的时候让你填问卷，你那正享受着晚上9点还有太阳，那啤酒烧烤呢，你当然觉得夏令时好了。那第二呢，就是那个问卷选项里压根儿就没给你永久标准时间这个科学选项，那不就是一强盗拿刀架你脖子上，问你，你选是被我砍死，还是选喝这杯毒药？你选喝毒药，那强盗转头就得跟媒体说，你看他自愿喝的啊，这是民意啊，这不是我逼他的。你说这多坏啊，他们这个。那他这个政府到底讨好谁呢？咱们就看看那个 BC 省商会，他就专门有一个那个兴高采烈那声明，你就懂了。就政府为什么宁可牺牲普通老百姓这个冬天的早晨，也要把这个阳光挪到傍晚呢？因为如果冬天下午4、5点天就黑了，你下班肯定是只想着回家，缩着这躲被窝呀，你谁还出来呀？那如果天黑的晚一点呢？那可能就下班以后，你就可能还逛个商场，可能去餐厅吃个饭，没准还多喝一杯咖啡。那说白了，这多出来这1小时，傍晚的阳光，根本就是政府想榨干你钱包的催化剂。那商人是可能能赚一点儿，GDP 数据也能好看点儿，那政客就拿着这政绩就邀功去了。那代价是什么呀？代价就是你这个跟你的这家人紊乱内分泌啊，内分泌就紊乱了你。然后还有这种冬天的这种抑郁的早晨，不想起，不想起，你必须起啊！你上班时间、上学时间不能改啊，你睡眠时间也会缩短呀。就等于就完全把你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健康就卖了嘛。以后因为这个你医疗上支出的成本，他们肯定不会算的。说到这儿就可能好多就问了，说你既然挑时间这么反人类，那当年到底是哪个大聪明发明这个夏令时呢？你不会还真以为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创举吗？根本就不是，这玩意儿一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段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理工男的自私爱好。包括我跟朋友聊天儿，好多人都以为说这个调这夏令时是不是为了农业生产啊？加拿大这么多农场、农牧业、畜牧业这个这么发达，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的。后来查了下资料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农民是最反对夏令时的，农民他的工作，他的这种生产是要完全按照自然的这种时令来做才行的。你调成夏令时，反而是对农业生产是一个阻碍。实际上，历史上最早提这个概念是那个100块钱美钞那老哥，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是在1784年的时候，他在巴黎当大使，因为他那个人就是有点儿死板了，就看不惯法国人天天晚上疯狂开 party，然后晚上睡到太阳晒屁股。他就在报纸上写一个那个讽刺文章，就说你们把时钟拨快点儿，早点起床，一年能省下几千万磅的这个蜡烛钱呢。这个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阴阳怪气的开玩笑，结果呢，到1895年的时候，新西兰有一个叫哈德森的昆虫学家，
他是一倒班工人，然后他因为白天要上班儿觉得下班儿以后天黑的太早，没时间去野外抓虫子了。哎呀，连着直播嗓子就撑不住了，他没时间去野外抓虫子了嘛。然后这哥们儿就正儿八经写书、写信，然后给这个议员啊、给政府写信，要求把这个时间拨快2小时，就是为了他自己抓虫子方便嘛。这是最早的夏令时的真实提案。还有一冷知识，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正实行夏令时的城市是加拿大，在多伦多那边一个港口城市。后来时间很短也就不弄了。那最后谁是把这个就是夏令时这个变成法律的呢？是一战时期的德国，就是1916年，德国他不是打仗打得快输了吗？然后就想办法说怎么节省点煤炭这个发电呀、一拍脑门儿，全国强行推，就是说白了，就是夏令时根本就不是为了人类健康发明的，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后来就成了战争机器的这个附属品了。最后大家知道，这一战德国也没打赢啊。其实就不用看别人，就是咱们直播间里边儿可能还是华人朋友多吧，因为我中文播嘛，就虽然有时候也会加这个英文字幕，但是还是说华人看的多。咱们好多人自己就当过这种夏令时的这种实验的这种小白鼠啊。大家回忆一下，或者就是问问，如果你年纪比较轻的，问问家里面长辈。中国是1986年到1991年，92年4月份就停止了，就搞过6年的这个夏令时。当时官方的理由啊，就跟现在 BC 省政府一模一样，为了节省能源啊，为了享受阳光啊。结果呢，就这6年搞了好多这种全国大混乱，就是涉及到几亿人嘛。你中国是一个横跨5个时区，但是全国统一都是北京时间嘛。你一搞夏令时，这东南沿海可能觉着还凑合，那西部老百姓直接就崩溃了。大家想象一下，当时这个新疆、西藏的朋友得多绝望啊！本来日出就晚，你搞夏令时，你再加上夏令时，早上10点多，天还是黑的，那孩子都得摸黑上学去，然后大人都得摸黑上班去。晚上11点，太阳那儿明晃晃亮着，根本睡不着，热呀！那西北那个牛羊都懵了，那生物钟紊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草了。最可怕的就是社会系统它会瘫痪。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这个智能手机啊，你自动对时间，全都是靠手动拨那个机械表。还有我们家当时是那个钟表嘛，一到切换时间那2天，火车站就是大型灾难现场，无数人因为这个调错表，提早1小时傻等，或者就是眼睁睁看着这火车开走了，好多工厂排班儿都混乱了。好多你跨省出差特别容易出错。我就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吧，我就有一天就是本来习惯就睡午觉嘛，睡完午觉，正常应该是一点上课，2点上课，然后我就还按家里那个表那个时钟去走的嘛，睡完觉起来晃晃悠悠就往学校去。哎，我说怎么今天这么奇怪呢？这路上一个同学没看着，然后也没有这个上班的大人，这很奇怪，这么安静。然后到了这个学校小摊门口这有小摊嘛，然后我这还看着看着说买点什么零食啊，买点玩具什么的。就那小摊主就说："哎，你不着急上学吗？"啊，我说："别到点儿呢，着什么急？"然后他说："别人都进去了。"然后我这才恍然大悟，哎，我改夏令时了，这个时间调了，我父母忘了调家里那钟了，所以我就搞错了嘛。就那天就是上学就迟到了，可逗了。那你现在看现在这个 BC 省政府，那中国30多年前
那就已经几亿人都亲身经历证明了，你强行扭转时间，而且无视地理这个经纬度，你做法这根本行不通。那现在这个 BC 省政府不仅不吸取教训，你还搞的是永久夏令时啊，你等于把这错误，你焊死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嘛？这不叫改革啊，这纯粹是蒙着眼睛开倒车嘛！而且这个不光是这政客贪婪，就完全就是他们就蠢，你就是白左这个自由党真的是太蠢了。你以为说永久夏令时是他 BC 省政府伟大创新，这其实就美国人50年前就玩砸过。刚才咱们说中国是1986年到1992年嘛，那美国是1974年的时候，当时是美国石油危机嘛，然后政府就脑子一热，想出一馊主意，说咱们实行全年夏令时吧，晚上多1小时亮光，大家能少开点灯，省点电费。结果呢，就彻底成灾难了。就当年的这个冬天呀、就无数美国家长就是绝望中就崩溃了，因为太阳不出来啊。那佛罗里达州甚至发生了多起小学生在漆黑的这清晨等校车，结果被车撞死、撞伤，民意那个支持率就短短几周就从79%直接崩到42%了。所以当时那个美国74年那个夏令时的伟大政策一年都没撑过，就是全美家长就怒骂，就给这个直接废除了。哎呀，这多滑稽啊！你想想，美国纬度比咱们低多了吧？他们都受不了冬天这个漆黑的这早晨。那 BC 省呢？咱们是北纬49度以北啊，你到冬天，乔治王子城，这9点27分啊！那刚才说了嘛，那50年前美国孩子在这个黑夜里边流的血，难道还不够这个 BC 省政客的清醒吗？他们这凭什么拿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安全套这个破产的这个政策招魂呢？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这 BC 省不人 cash 吗？那好多人不上班啊，那冬天大不了晚点出门呗，不差那点阳光。这根本就不是这个你播不播钟的事儿，这真的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系统崩溃。你想啊，就 BC 省，他天天喊着要跟美国西海岸保持步调一致，但实际上呢，那个华盛顿州、俄勒冈还有加州，他们现在美国国会那儿通不过，根本就实行不了永久夏令时。那等于从今年2026年开始，这个 BC 省就成美国西海岸的孤儿了。那比如说会出现什么例子呢？就是你如果是在这种美国、加拿大跨国公司上班，或者你的生意跟这个西雅图有业务来往，那你这就有意思了啊！你就每年11月，隔年3月，人美国那儿跟你这个同事就得算时差了。你以为约了早上9点开会，人那边还8点呢？那你要做跨境贸易，那不就毁灭性打击吗？还有就是薪资系统这种混乱，你像好多公司它是要算这个排班儿算工资呀，那你这个不同时区，再加上你这美国、加拿大，你这个时区错乱，那这种跨区域轮班儿的员工，你工资核算得出多大的漏洞啊？搞不好你这辛辛苦苦加个夜班儿，结果因为这个时区没对齐，你钱就没了。然后最可怕的就是你这个航班还有这种物流公司的混乱。你温哥华机场这个航班时刻表，那你等于跟美国那些枢纽的机场产生半年的这个错位，那经常要转机、经常出差这朋友，哎，你这转机时间可就不好控制了。那这不就纯粹瞎折腾吗？哎，这是越说越生气。哎，今天咱们就说了这个 BC 这永久夏令时，你这听他自由党这个政客这尹大卫说的挺漂亮的，你这好多这个桌面下的东西他根本就不跟你说，你，哎，真是实在是太气人了。他就完全就是一个刺激经济，
然后牺牲大众健康嘛。而且你好多历史教训，好多这种别的国家的这个实际都已经证明这不可行了。那如果你这听了以后，你觉着咱们这个下一个冬天，你这孩子，嗯，在那个黑夜里边儿等车，或者是你这个早上得早起，你觉着不甘心，我觉得你把我这个直播直接分享给你朋友，然后咱们这个 BC 省多点儿人多发出声音，给身边儿议员提点儿建议，把这声音发出去，然后你就直接改吧，还是改成这种永久标准时，或者你再次你原来那种大家都不喜欢的那个一年调2次，都比这个永久夏令时要强啊！哎，今天就是临时直播一下，因为他这个政策太太这个仓促了，你说改就改，改完了以后，还跟你说直接就永久了，这个我觉得，虽然他也留了口子了，就是说如果实行不下去或者民意意见大，他可能还改回来，或者说还是等这个美国变了以后，他可能还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争取吧，你这改已经定了，后天就3月8号就改这个夏令时了，那你这次是没办法了。那争取11月之前，看看能不能让他这个政策再调回来，你改成永久标准时，或者你再还能调成自然时间吧，就是再把冬天那时间调回来。要不然这个睡眠时间变少以后，好多问题，好多健康问题，你包括青春期的孩子，他睡眠时间少了，他这个睡眠质量变差，它影响生长发育啊，好多的问题的。哎呀，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不多说了。今天讲的简短一点儿，希望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多支持。我就在列治文啊，我在列治文这儿直播呢，我的自己的诊所。你好，哎，感谢收看啊！如果大家是用油管的手机看的竖屏直播的话，希望尽量投送点儿礼物啊，感谢支持。好，那我们就不多讲了，结束直播，谢谢大家支持。